美国社会喊打喊杀，美空军参谋长拒谈中美开战，威慑避战才是其常态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这几天，中国的一支民用气球因不可抗力进入美国领空，美国社会出现了对中国喊打喊杀的声音。去国会谴责中国气球光临美国的投票，甚至出现了419-0的场面，充分证明了当前美国政客的非理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军继续进行打球表演，号称把外星人也给打了，炫耀武力的意图非常明显。前一阵儿，美国多位高级将领预测了中美可能开战的时间点。美国前印太司令戴维森认为是2027年。比较有意思的是，美国空军现任参谋长布朗上将反对预测中美将要发生战争的时间点。他说，美国军方人士发布这样的评论，掩盖了美军应该做的事情。他还强调，对之前有些人猜测中美开战感到失望。他指出，美国军队要做好应对未来和塑造未来，不认为中美冲突迫在眉睫或者不可避免。美军的目标是避免中美开战，同时要做好准备。对布朗上将的这些言论，你也可以理解为他反对预测中美一定会打仗，但是美军要做好准备打仗的工作。这个说起来呢很拗口，其实意思并不矛盾。当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时，这位曾经出任美军印太司令部空军司令的4星上将表示，中国试图按照自己的喜好重塑国际秩序，而且中国人并不喜欢从军事的角度看问题，反而会使用包括外交、信息、军事和经济等等不同的工具。所以美国国防战略中要考虑综合威慑，也就是使用经济、外交和军事等所有的手段来应对中国。布朗的这次发言被认为是美国近期公开的对华立场。我们要注意，他提到的以威慑来避免战争的说法，威慑避战的理论出发点是中美战争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。现在要做的是建立起中美共存的政策。美国众院军事委员会资深民主党议员史密斯也强调，中美开战不是不可避免，而且呢可能性还非常小。这些观点为中美两军关系的发展前景注入了一些理智。可以看出来，美军预测中美不可能开战是基于以下几点。首先，美国智库搞的一系列兵棋推演表明，中美一旦在台海发生冲突，将会给双方造成重大损失，破坏全球经济的稳定性，而且呢还有可能引发核对抗。发生这样的冲突，对美国而言，不但无利可图，反而会造成严重后果，是不可接受的。第二，他们认为，虽然解放军的实力快速增长，但没有挑战美军霸权的意愿，所以没必要打仗。美国维系全球军事霸权是有代价的，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对这个没有兴趣。美国的将军们过去编造了一个个中美可能开战的借口，不过是为了从国会获取更多的资源。美国政府更希望中美军事较量的表现形式为军事科技竞争，而不是真的发生热战。第三，美国通过军事威慑的方式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，可能会成为一种长期的战略选择。中美发生军事冲突的唯一导火索就是台湾问题，所以美国人的策略是通过增加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，告诉中国采取武统行动风险很高。但是综合威慑战略又等于证明美国并没有与中国开战的决心和准备。比如，美国在印太地区甚至还没有设立联合作战司令部，没有下决心解决参与印太作战的海空军的后勤补给短板。所以拜登政府的对华军事安全战略说白了就是威慑，目的是避战，实质是纸老虎。基于中国军力的不断壮大，中美因为台海问题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是在变大，而是在变小。美国当前对中国掀起了一片喊打喊杀的喧嚣，并不能改变美军对抗解放军风险越来越高的态势。美国的对华军事威慑战略听起来很好，但其实也在告诉中国自己是在打嘴炮，吓唬人，别太当真。所以正确理解美军高层的理性声音，对把握中美军事关系的变化
非常重要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